它这22条里头，它其实是按照它的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尤其是102条跟103条里头提到的分裂国家罪跟煽动分裂国家罪，这是在刑法里头就有。那通常我们这样，刑法是约束自己的国人或其他对管辖权的问题，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宣示，就是说我的国内法给予你嘛。他意图想用内政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长臂管辖。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年6月，中国公布了惩治台独的新规定之后，不少人都在讨论这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对台政策的紧缩，甚至以此推论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中。但中国对于台湾态度真的可以这样推论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精中国研究的朋友，政大东亚所的王信贤教授来帮我们解答。那王信贤教授强在哪里呢？首先教授除了是政大东亚所的特聘教授之外，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本身的研究专业呢，就是中国社会专题、两岸关系以及比较政治。可以说，解读中国与国际局势就是他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因此，各国媒体希望解读中国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常常首要邀访的人选就是王信贤教授。像是《纽约时报》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曾经访谈过教授。许多台湾政府部门的单位，甚至各种颜色的政党团体，在判断局势或制定政策的时候，也都常常会咨询王信贤教授的意见。像是呢，他曾经在蔡英文总统任内担任陆委会的咨询委员，2020年呢，也曾经受邀担任韩国瑜竞选团队的国政顾问。此外，他也在同一时间呢担任不同政党的执政县市的咨询委员。那今年520赖清德总统就任以来中国就一直对于台湾动作频频。因此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请教授来帮我们解密中共现在到底想干嘛，有什么样的策略，现在的局势是不是真的很紧张？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祺七七频道，我们简育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好，那请王信贤教授为我们的观众先打个招呼吧。志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东亚所王信贤。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洋你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好了。今年的6月，这个中国呢最近公布了这个惩戒台独的这个新的规定，然后最重呢可以是判处死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惩治台独是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怎么样算是台独啊？总括来讲，台独就是说谋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但是他在这个22条的意见里头，其实他还有做一些其他的定义。他指的是行为。到底哪些行为呢？大概会有4项。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谋图跟策划，你策划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能是透过法律的行动，例如说在台湾修法或在台湾立法，甚至公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另外一个呢，指的就是在国际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的国际组织，像联合国例如我们想要加入 WHO， 这样也算吗？对，那是主权国家。对，对，所以他还特别提到，你在里头主张2个中国、1中1台，其实都算是这个，其实杀伤力范围就会非常非常广了。不只是民进党，其实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对这个议题，台湾其实要团结，要去反制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教育、文化跟新闻媒体里头去鼓吹台独，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现在台独的范围不只是法理台独，连教育的台独、文化跟教育跟历史，这是中共最近非常非常重视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做文化台独。我举个例子，总统大选的时候，去年赖清德公布他的文化政策，那中共那边就有反应。以前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的时候，中共大概在看台湾的候选人里头，看的就是你的外交政策、你的两岸政策等这些议题，但他看到文化政策，因为赖清德说他的文化政策里头要通过台湾文化基本法，那中国那边就有智库学者反映了，说这个叫文化台独。他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基本法里头
一定在文化上要跟中华文化做切割。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去在意教育或文化，把它新增进来？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民进党在推动台独，不只是大家一般看到的法理而已，包括从教育、课纲、从文化、从历史各个角度，你都想要去切断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你主张台湾400年，那其实就像赖清德总统在就职演说里头提到的，1624年台湾从台南开始，中共他一直认为就是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跟他的立场其实是有抵触的。可是我在看中共讲这个惩治台独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人对于这个台独的定义好像会跟中共的不太一样，因为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们就会觉得那些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才是台独。可是对于中国来讲，是不是其实你就算是要支持中华民国，它也可能是台独的一种？我自己觉得这中间有分啊。最近我们也在讨论了台独、华独的问题。我觉得总的来讲，它这个22条意见里头，我觉得政策宣示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它里头确实有一些它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当然，它里头也有提到你利用职权，那谁能够利用职权？那当然是执政党嘛。它里头也有提到从宽。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幡然悔悟的话，他会从宽处理。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个部分，他是宣示的意味其实是比较重。那如果是被列入了这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到底会怎么样？而且这个名单是完整公布的吗？过去其实公布过2波嘛，就是包括萧美琴副总统，他2波都在里头，包括吴钊燮、苏贞昌等这些都在里头。他现在只是把你少部分人抽出来给你看，对，揪出来给你看，而且都是有影响力或群众支持。对，那未来会不会做其他的公布？或许有可能。不过回到刚才我提到，它是一个政治宣示意味比较重，它就不可能是全面打击。你那个四面出击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要得罪所有的台湾人，那这可能也不是他要的。所以他选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个宣示，有一点像是对于我们新上任的政府的一个对应吗？对，应该是说从520之后，他的所有的公示就一连串的。这一个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过去其实我们讲就是说中共对台它有法理斗争，还分2种，一个是反独，一个是促统。像2005年那个反分裂国家法，这个是反独的法律。可是后来还有人提出来，那其实有些他可能在拟定所谓的统一法或者是台湾基本法，这个是促统，但他这次不走法律的程序，他就是用行政部门的方式公布。他用司法惩戒，所以2高才会进来，就是中共的最高法院跟最高人民检察院，这2个系统过去从来不涉及涉台，这一次真的是跨部门。以前我们看到就是国台办，就是外交部，对，都看到同样的画面在，对，在讲话。这一次呢是国台办牵头，司法部、公安部、国安部跟刚提到的2高进来。以前有些部门是不涉，两岸很少涉及，但这次他把全部牵进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在强调他的长臂管辖。他这22条里头，他其实是按照他的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尤其是102条跟103条里头提到的分裂国家罪跟煽动分裂国家罪，这是在刑法里头就有。那通常我们这样，刑法是约束自己的国人或其他对管辖权的问题，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宣示，就是说我的国内法给予你。他意图想用内政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长臂管辖。我觉得除了刚刚看到这些事情之外，其实今年还有另外一个点，在我们常常跑看新闻的时候会看到，就是感觉好像这个跟中国的冲突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例如呢，我们会感受到中共的这个军机好像绕台的这个频率增加了，或者是经辖这个海域的冲突，还有这个 M03 的这个航线的争议。我很好奇是教授觉得这些事件对于台湾的主权会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吗？还是它就是一个新闻？我觉得这是一连串的，然后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了。那当然我们自己的国人可能不是这么的清楚。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渔船的事件，或者是 M503， 这是个基本的航线的问题，它都是一个事务性的议题。但是中共往往透过这些事务性的议题，它在推动属于政治性或战略性的意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线，然后不断的把它往前推一点，往前推。对，你看1月底的那个金门的事情，最近发生的事情也是澎湖的渔船在金门那边被海事船给整个带走。本来我们金门跟马祖跟大陆之间那个地方，按照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有禁限制水域。现在中共他早就宣布，国台办也宣布，外交部也宣布，没有禁限制水域的问题。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打破，你讲你的，但是我执行我的。另外一个 M503 也是一样，它是一个航线的问题。长三角地区要往珠三角地区的飞的飞机真的是太多了。这个事情从2015年马政府的时期就有，但是因为当时两岸还有沟通，所以其实中共做了一些让步。例如说 M503 飞，它飞的地方是
海峡中线它往西回6海里。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就表现善意嘛。其实除了 M503 之外，还有3条线 W121、122、123，那是从浙江南部跟福州跟上海飞出来接 M503 这个对我们的威胁其实是更大，因为你从大陆飞出来，你如果到那边不转的话，你直接就过来了。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它透过一步一步的东西，它其实一直在执行。它最麻烦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不管你的抗议，因为我们不是国际民航组织的会员，我们不是 ICAO 的会员，所以你没办法去国际民航组织去抗议嘛。更何况 M503 是国际民航组织通过的航线。以前两岸之间有航空小两会，会透过航空小两会去，但是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他们就不跟你谈。我觉得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国际没什么反应，这是我们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你看金夏的问题、M503 的问题，美国没有出来讲什么，美国只有白宫发言人在记者问的时候，他就说两岸需要沟通，那是非常政治性的回答。那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每天从日韩、东北亚往东南亚飞的飞机有多少？甚至有些东南亚的飞机，它要往北美，它也是走这条航线上去的，可他们都默不作声，结果就是既成事实。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应的方式吗？我觉得目前看不出来。包括2022年8月佩洛西来台，当时中共就说没有海峡中线，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任何对策。什么联合利剑演习啊，什么就是台海内海化。所以这样子看到了这一连串行动，我们可以下一个小结，就是中国对台的力道是有加紧而且加大的吗？确实是啊，确实说过去可能在逼你就范，但是现在他完全不就算了，反正你要在那边就是继续吵，我不管你，我就做我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做片面化或单边作为。反正我讲话比较大声，而且国际没有什么反应，那我就继续做下去。那做下去就是既成事实。就像刚刚教授所讲到的，其实在这个台海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者，就是美国嘛。但刚刚这些事务性的议题，其实美国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反应。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美国11月5号的大选之前，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因为美国尤其拜登政府，他现在陷入苦战，他根本无暇他顾啊。包括俄乌还在打，那以哈的问题还没决定，他根本不可能，包括在南海或者是台海，他参与另外一个战争。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中共以不伤害美国利益为前提去推动他自己的战略意图。然后让这个东西变成既成事实的话，之后也没有什么好讲，就我那个时候就这样了，大家也没讲什么，对，就回不去。哇，所以在11月以前，现在其实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侵略时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更多的行动，可能这是肯定。那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对台强硬的那一面，然后但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有看到教授过去分享过，就中共对台政策其实有分成4个面向，就是反独、促统、促融以及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那目前这个中国对台的促统以及促融的政策是怎么样进行的？促统对他来讲现在还是比较难，所以他还是以反独为主。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习近平对于对台的政策里头，他跟过去的几任不大一样，他跟江跟胡不大一样，他促统的力道在加强。例如，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讲话，就是2019年1月2号，他有一个告台湾同胞书纪念40周年的那个讲话，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我们通称叫12讲话。台湾很多媒体都在关注他对9·2共识的解释，但事实上他提了5点，其5点里头的第2点是非常关键，他讲的是探索2制台湾方案，意思就是说1国2制，这是中共一直的主张嘛，对，但是过去都只是在政策宣示，但他开始要去实践了，叫做探索2制台湾方案。里头提到2制台湾方案到底要怎么去执行呢？欢迎台湾对于祖国统一跟反独的政党、团体、组织跟个人来谈统一的模式啊，这个叫做民主协商啊。所以他其实是有他自己实践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说促统的力道确实在加强。习近平对台最常讲的就是中华民族跟两岸同胞，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把大家包起来。但是呢，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他在2017年的19大之前，中华民族比较多讲的是血缘，但是他在19大之后，他谈的中华民族后面接的都是伟大复兴。中共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2个百年，第一个百年是建党100年，1921年建党，所以2021年建党100年已经过去了，他完成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他说他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是建政100年是2049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强国。
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提了非常多次，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传一代，也提到民族伟大复兴，台湾不能缺席。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他把台湾列入整个国家的战略里头，跟过去谈一家亲的那一种血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那个促统的压力会增大。那刚刚提到促融，就是经济社会融合。对，这个地方只是说，其实它是一种欧盟的那种模式啦，就是整合理论，在经济啊，包括贸易啊、投资啊，互动更高，然后包含娱乐、文化内容都在共享的时候，其实最后就会在一起。对，社会交流它就会外溢嘛，就 spill over 到政策的议题上面。所以它最近几年对于台湾的这种促融的政策非常多，什么26条、31条、农林22条，去年9月又通过福建21条。真的很多，我要讲习跟胡比较不一样。胡锦涛当时不讲促融，他叫惠台政策，他指的就是说把好处做到台湾内部来，包括在台湾采购农渔产品、契作。那我称为这个叫做客场的。但是这些客场呢，最后到了习的时期，从惠台变成是制裁。对，我过去跟你买虱目鱼，对我现在不能买虱目鱼，那就因为这个产业已经养起来了，我现在断就是有点像养套杀的概念。对，那凤梨也是一样啊，很多东西都是一样，对不对？石斑鱼怎么斑斑吃石斑啊，就是类似这一种。但习的时期不是，它什么，我刚提到31条、26条几条，它都是在中国大陆内部。例如说它有很多新创的园区，什么融合园区什么，他就希望台湾人去，这个是主场。对，它是有点不一样。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到说，可能近期的这个中国的对台政策跟之前是有一些差别的。可是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有这个改变？是跟刚刚讲到的，就是赖总统上任有关吗？还是这可能原本就是他们的进程要迈向2049？当然，他有他自己本身的节奏，但是美中关系的变化也是一个关键。2018年3月之后，美中贸易战开始，从贸易关税一直到科技，对科技到战略、军事等各方面，其实是全面性的。那当然，台湾在里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嘛。美国试了非常多的一些跟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有2个让他认为最有用。第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压迫，透过可能日本联盟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对，尤其在第一岛链，那这里头关键是谁？关键是台湾。第二个是科技，尤其半导体的管制。那谁是关键？当然 TSMC 是关键。所以刚提到，就是说自己提到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当然，美中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是有关系。第二个呢，我觉得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总统大选是民进党连续第3次执政。过去我们常常都是8年这样换。那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他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民进党会长期执政？那他如果现在不弄的话，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对于赖总统他的不信任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了。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赖总统他一直宣称他要走的是一条蔡英文路线，对不对？务实的两岸关系，对不对？但事实上，从北京的角度的解读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会工具箱里头非常多的东西，而且它是有节奏的，这样一步一步的放出来。对于中国刚刚这样讲到一系列的这种对台政策，我们政府又是怎么样应对的？有哪些反统战的这些预防措施或者是政策是真的有效，而且他们正在执行的吗？两岸之间的实力悬殊跟资源，我觉得真的是差距太大了。台湾最厉害的东西就是说，好吧，那台湾半导体最厉害。中国对于台湾的半导体当然是有依赖，当然高阶的现在被管制了，对。那你今天政府敢说半导体全部管制出口，你也没办法完全禁绝厂商去有这些贸易的行为。所以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常常政府的一些反制的行为，会让我们觉得就这样吗？禁团令，台湾的团不能去。那大家就会怀疑说你现在是在惩罚谁？相对而言，两岸之间对彼此的那个政策的工具，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稍微弱一点。当然政府就说好加强国防，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自我防卫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各党各派其实都是一样。我们从这一次的大选里头，3组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其实他们在两岸政策里头都把这个放为最优先的位置。那当然现在政府很重视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认知战、反统战、反认知战。这个东西当然要做，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很多日韩的一些智库学者也常常来找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也有那种假新闻等，但过去很好辨识。但现在 AI 太厉害了，现在几乎本上没办法辨识所以认知战、假新闻这个一定是。不过我觉得我们自己必须要非常清楚，你不能凡事都是认知战。我觉得认知战的这个概念当然是对的，而且也必须去防范。但是在台湾这几年，认知战有时候变成是国内政治的议题，这个就会我觉得就会比较麻烦。你会让台湾
有一大部分支持某些团体或某些政党的人觉得你政府到底在干嘛。那在认知战这个部分，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教授，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在讨论台湾的网红去到中国旅游拍片，是中国在收买这些台湾网红做大外宣。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有一支影片刚好在聊这个主题，然后这次好不容易请到专家，很想要问教授如何看待中国这种统战手段。我想各个国家都在做，你只要有能力去影响其他国家的人，大家都会做相同的事情啊。你说好，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的国家想不想影响台湾，想不想影响其他国家？那当然都会想。但我们必须去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有网红被日本跟美国邀请去拍片，是不是一种荣耀？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而且还会宣传，对不对？哈，你比如说今天哈，欧洲好几个国家，瑞士几个国家邀请自己去报道，哈，去怎么，那你一定在节目讲嘛，对不对？但台湾的网红被邀请去之后呢，啊，到底有没有邀请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全部都噤声都不敢讲，那到底是谁的问题？那当然是中共对台一直有一种图谋嘛。但我还是要讲，真的都不要意外，中共对台有硬的手，有软的手。我们刚提到硬的手，包括军事，包括外交，包括法律等。软的手当然也很多，刚提到的融合问题啊、统战啊等，这个东西都是真的不要太意外。连左拉中打右，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共现在想做的东西是什么？杨洋提到的那个节目，我有非常认真的看，我觉得自己讲的非常非常好。形象，他去建立属于他的叙事，对叙事。好的中国形象，对不对？所以里头会有一些美食啊、风景啊、历史古迹等这些，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台湾民众你所接收到的，不是老是中共对台的打压，或者是民养宣传那一套，其实壮丽的河山等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吸引的，改变形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自己稀奇的观众分享的呢？我想很多事情看起来有点悲观了，但说实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事实上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任何事情都跟你有关，所以大家还是要想办法，彼此内部要沟通。你跟对岸也是要沟通，现在任何政党都一样，像赖清德总统也说他要去沟通嘛，要请习近平喝珍珠奶茶，就是这一类的。有些东西真的是需要沟通。最近台湾有一些民调，就是问两岸之间需不需要沟通，8成以上。即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也都6成以上，所以除了对抗之外，除了就是在美中战略竞争，让更多的国家去帮助我们之外，跟北京之间的这个沟通，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王敬仁教授的精彩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媒体国际对台湾的关注，我想应该从美中贸易战就特别的关注。经济学人曾经讲，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区。我觉得是一连串的啦，包括俄乌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认为原来真的可能会打。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嘛。接下来裴洛西来台，那真的把台湾的整个国际的能见度拉到最高。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现在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风险最高的时代。你最好时代是大家都看到你 TSMC 很厉害，对不对？可是风险最高就是说，你这个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就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嘛。这不愿意看，就有急迫感嘛。尤其是习2027习近平21大，他是不是要续任？可是一个没办法去避免的问题，即便他权力再大，对，还是他的年纪在对健康状况，我觉得拜登跟川普给习近平非常大的信心。一个81岁，一个81岁，一个78岁还在竞选，对不对？对，习近平今年71岁，他觉得他还有10年。对，但就是说健康的状况，各种状况，其实他还是会有急迫感。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10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